耶稣责备母亲，婚宴上为何这样回话？你有没有参加过婚礼？通常婚礼现场都是灯光美、气氛佳，大家满心欢喜，祝福新人。可是你能想象，在最热闹的婚宴上，竟然出现一个超级尴尬的场景，酒喝光了。在那个时代，婚宴办上7天，酒是喜乐的象征，没有酒就等于喜乐中断，简直像喜剧秒变悲剧。就在这时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小声告诉他，他们没有酒了。结果耶稣的回答却让所有读经的人都愣住了。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约翰福音2章4节。哇，这是什么态度？耶稣竟然在众人面前这样回母亲，难道他在顶嘴吗？这是孝顺还是不敬？他真的不打算帮忙吗？偏偏这之后，耶稣又行了人生第一个神迹，把水变酒。既然他打算出手，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爽快答应？这段经文像是一个谜题，耶稣到底在想什么？在犹太文化里，婚宴是一个大事，几乎是整个村庄的庆典。如果酒喝完了，那不只是餐饮不周，而是对新人与新家庭的羞辱。对现代人来说，可能只是糗一下，顶多上新闻头条，但在当时可能会让新人的家庭名誉受损，甚至引发人际关系的紧张。换句话说，玛利亚其实是出于爱心才告诉耶稣，盼他能解决这个突发状况。但耶稣却说出一句让人摸不着头绪的话，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，你带着爸妈去餐厅用餐，服务生上错菜，妈妈马上对你说，孩子，你去跟服务生说啊。结果你回他，妈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场面有多尴尬？或者公司聚餐时，你爸妈也来了，当大家热闹聊着，你爸突然提醒你，快跟老板敬酒，你却回他，爸，我的时候还没到。听起来超级奇怪，对吧？这种情况就是善意的建议与刺耳的回应碰撞时的火花。耶稣的回答就是这种令人皱眉却不得不深思的话。表面上看，耶稣好像拒绝母亲，但仔细研究，里面有几层深意。一，母亲的称呼很正式，耶稣并没有用轻蔑的口气，而是用一种正式带距离的称呼。在当时的语境里，这更像是女士的意思，表达她正在把家庭关系转化为使命的关系。二，我的时候还没到，在约翰福音中，时候特别指向耶稣上十字架荣耀彰显的时刻。它的形式不是靠人催促，而是按着天父的时间表。换句话说，它不是被玛利亚的情感推动，而是完全顺服天父的计划。三，并不是拒绝，而是澄清。耶稣的话像是先画出界限，他行神迹不是因为妈叫他做，而是因为父要他做。可是他最终仍然行了神迹，显出他的怜悯，也满足了婚宴的需要。这就像一个戏剧性的转折，他表面冷淡，实际上却是最深的关怀。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活在别人对我的期待里，老板期待你升职加薪，家人期待你买房结婚，社会期待你努力向上。就像婚宴上的玛利亚，她也带着儿子应该解决问题的期待。可是耶稣选择了不被人情操控，而是坚持天父的时间。这其实很冲击，因为我们太习惯取悦别人，而不是对准使命。如果你是耶稣，你会怎么做？顺着母亲的话，马上把水变酒，
还是先厘清身份，再选择行动？耶稣把水变酒，不只是解决美酒的问题，而是象征性的揭开他使命的序幕。一、新酒象征新约，旧的石缸用来盛洁净用的水，如今被他变成极好的酒，代表新的救恩要取代旧的宗教形式。二、荣耀的启示，这是耶稣的第一个神迹，他借此显出他的荣耀，门徒就信了他。这不只是补救尴尬，而是宣告他的身份。三、天父的计划优先，他的每一步不是由人情决定，而是由神的旨意安排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先说我的时候还没到，却又行神迹，因为他在彰显父的时间与方式。婚宴最后充满喜乐，酒比之前的更好，大家惊叹连连，但那一句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仍然回荡在读者心中。他的回答提醒我们，信仰里最大的挑战不是神会不会帮忙，而是谁来决定时候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如果有一天耶稣也对你说我的时候还没到，你还会信他吗？当他看似冷漠时，你会选择离开，还是耐心等候？因为你相信他的时候永远最好。要点总结：一、耶稣在婚宴上回母亲，并非失敬，而是宣告他行事的根基是天父。二、我的时候象征十字架与荣耀，不是人情催促的时机。三、水变酒的神迹，揭示新约的到来与他身份的荣耀。四、最终的挑战不是酒够不够，而是我们愿不愿意信任他的时候。